迎来到文物考古的世界。我这样是不是看起来很专业，很像一个架杠的考古学家呢？没错，今天这集呢，就是要带领大家来看看，到底3D 列印的科技要如何应用在考古的世界里。那说着，天哪，谁可以救救我？为了抢救摔破的文物，我打听到台南这边有一位考古专家，希望他能告诉我怎么用3D 列印来复制或是重现文物。但是这里怎么感觉很像科学园区啊？在科学园区里找考古学家，该不会是我跑错地方了吧？老师，我想问一下，这里是什么地方啊？怎么这么多人骨？这边呢，事实上就是我们南科考古队在南科这边园区的一个人骨典藏。那因为我们在整个南科园区的考古遗址群里面呢，发现了2500多具的这些人骨。2500多具，都在这个地方吗？都在这个库房里面。看来我是来对地方了。南科遗址是台湾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想知道考古的相关知识，这里应该能满足我的愿望。我有看到有几位老师好像在进行一些清理的动作，他们在干嘛？我们田野的时候，因为时间上面的一个紧凑，所以只能够在工作到某一个程度，知道它原来堆积的一个埋葬的一个情况之后呢，我们就把它给包膜下来，就回到这边清理干净之后呢，必须还要拍照，还要绘图，那还要做观察的一个记录。那未来呢，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些资料呢，来说明他们当时候的一些生活的习性呢，甚至于他们可以吃些什么。老师，我刚看到这个人骨上面，他的牙齿好白哦，这代表什么意思吗？好。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先告诉你，这个是1500年前的遗留了。你如果看他的牙齿，你可以先去了解到，他并不是那么的年纪大。对，因为你没有看到牙齿都养的还蛮好的，就是说磨耗的没有那么的严重。观察人骨，除了可以知道这具个体的特征、生活情况等。如果透过大量资料的累积，还可以进一步推断先民当时的整体社会情况。但是科学技术在这考古流程里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好，这边也有一句比较具代表性的。老师，你怎么把它们叠在一起啊？不是我把它们是他们的亲人把它们叠在一起的。那这个也是呢，我们2500具里边呢，少数的几个叠嶂的，所以你在这边你可以看得到非常清楚的是，每一个叠的他们的这个位置呢都是非常一致性。对，而且呢，我们在这边看到每一个人的头旁边呢都有一个陶罐，所以这是也是他们的陪葬品。这个也是他们那个时候的一个陪葬品。那像这样子的一个墓葬呢，我们到最后呢，把它用3D 的扫描呢，把它给这个先保存下来。因为现在的科技的进步，让我们更有机会把它们完完整整的这些的位置，相关的组合的一个方式，把它给3D 扫描起来以后，未来呢要做一些展示，要做一些这些说明呢，可以更清楚。考古学家常常需要从出土文物的蛛丝马迹里去推测过往的历史，所以利用3D 扫描技术去记录这样特殊的3叠嶂结构，比起以前用绘图或是拍照，更能完整全面地记录每一个重要的历史小细节。老师，那这些陶罐啊，可以用3D 扫描技术去做修复吗？可以的啊。可以吗？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些陶罐，出土的时候都是破裂的，所以呢，我们在另外一个库房工作场所里面呢，有把这些破碎的，把它拼合在一起，然后呢，再去做3D 的扫描。太好了，
几千年前的破碎陶罐都可以重现，那我打破的东西就有救啦！李老师，赶快教教我怎么重现古文物吧！来，这个给你。这给我，我不敢啦，我有阴影了。你不是打破一个古文物吗？对啊，所以我才不敢拿。这是5000年前的。我不敢啦，就拿着吧。这是复制的。复制的？对。老师，这是复制品。这不是复制品啊！那这个我真的不敢。这个就是一个原来的，你有没有看到这里面有不同的这些破片？这就是一块一块、一片一片的把它拼合回去，我们再去做3D 的扫描，才可以建模。建了模之后呢，这样才可以去理解它整个的轮廓会是怎么样。好，那这个所以想重现文物，重要的第一步就是学会3D 扫描。李老师说，在台南市有一个跟他长期合作的专业单位，可以解答关于3D 扫描的知识。赶快跟着我去一探究竟吧！奇怪，到底在哪？没想到台南市中心底下有个这么庞大的研究中心啊！找到了，嘿嘿，我真聪明。欢迎来到文化部文化资产局。那这里是文化部文化资产局的一个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那主要是负责古迹、历史建筑、遗址、文物的一些保存修复的研究工作，跟一些调查记录的这些工作。基本上这一间实验室是我们做文化资产3D 扫描的一个主要设备的一个放置的一个位置。文化资产的种类很多，包含古迹啊、历史建筑啊，不同的一个使用上的需求，然后去选择不一样一个设备。文资中心是专业的文物保存及修复单位，所以拥有各式各样的3D 扫描仪。不知道研究员是怎么选择哪种文物该搭配哪一台机器呢？我知道，这是壁式扫描仪，对吧？是的。那它的功用是什么啊？其实壁式扫描仪它是针对一些文物比较细部的特征，比方说它的目理的方向，还是它有一些细裂缝，还是一些钉凿孔。那透过壁式的扫描，它可以把它比较完整的呈现出来。那像这个文物，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文物啊？现在他们扫的这一个文物是在日治时期的一个栏间。栏间哦，它的功用是什么？它其实是以前一个换气的换气孔。通风孔。它一个通风孔。利用科技仪器，就能巨细靡遗地把文物样貌用数据化的方式记录下来，日后也能更方便、精准地进行修复、保存及研究等工作。哇，博士，你现在操作的这个机台看起来好厉害哦，而且还会有一条一条的光影哎，这个也是3D 扫描仪吗？对，它也是3D 扫描仪一种。如你所见，它是因为它投出来的像光栅一样的线条，所以它叫做光栅式3D 扫描仪。光栅式是指光的栅栏吗？对，光的栅栏，跟一条一条的像栅栏一样。它跟壁式扫描仪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壁式扫描仪它是用雷射线条，去侦测表面的起伏。那光栅式是它透过这个栅栏的线条，然后它用照相机去拍照，然后拍照完以后去知道它表面的起伏现况。所以它等于一颗是光源，然后一颗是相机，是去记录它的形貌。对，专业的文物修复单位果然厉害，各种设备看得我眼花缭乱。但可别以为修复团队都是神秘的躲在研究室里工作，事实上，他们也经常带着仪器到各地为历史建筑或遗址进行记录。在我身后这台机器，它有一个很酷的名字哦，叫做基站式雷射扫描仪。郭俊，这台机器是用在什么地方啊？那这一台机器主要我们是运用在大型的建筑物，在它的室内跟室外整个结构的一个扫描。那因为这一台它的雷射的线性比较长，所以它可以很精准的记录整个建筑物的尺寸，那并且保留它细部的一个细节。那未来当这一栋建筑物它要日常维护管理，或者是要修复的时候，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参考的一个依据。那比方说，我们看这个大厅的圆顶啊，那像我们以前测绘的方式，它是人要架鹰架爬上去量它每个的尺寸，那其实这样子容易有人为的误差。那这一台仪器它是可以透过3D 的扫描把它整个数位化以后，如果我们的解析度够的话，它其实可以知道每一个地方的精确的一个尺寸，而节省了不少人为量测的一个时间。所以我们从地面上量测，也可以看到它上面的雕花。可以。解析度这么高。对。文物重现的第一步是3D 扫描，接着是3D 建模，这我已经弄懂了。但我更想知道的是，利用科技去重现文物，到底可以还原到什么程度呢？文资中心建议我飞出台湾，或许会有我需要的答案。这里是马祖的铁堡，你看是不是超级美的？可是啊，这么美的地方，我却不能下去玩，因为我是来出任务的。这几年，台湾在考古学界有一个很重大、很轰动的发现哦，那就是啊，他们在马祖挖掘到了史前人类。据说，这位史前人类是个浓眉大眼、皮肤黝黑的粗犷型男哦。但是他们都在地底下埋藏了这么久的时间，出土的时候应该只剩下骨骸了吧？到底考古学家们是怎么知道他的长相的呢？处长，听说我们马祖有一位浓眉大眼、皮肤黝黑的史前型男。是啊，那你可以帮我说一下，到底是怎么发现他的呢？发现这个史前帅哥的岛屿叫做亮岛。亮岛。对。那当时在亮岛的登岛60周年庆的时候呢，我们的前县长杨县长呢，就到这个岛屿上去参加活动。杨县长就东看西看，就发现到了非常多的这个贝种城。贝种是这个吗？对，像这样子的一个贝种城，那他就判断这个地方也许在史前会有相关的一些文化的行为，所以回来之后就责成我们文化处组成一个考古队。亮岛人是台湾挖掘出最早的人骨，也代表在上千年前，亮岛就已经有人类居住跟生活的迹象，在文化上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哇塞，浓眉大眼，皮肤黝黑，看起来很粗犷，你就是亮岛人。是啊，这位帅哥已经8300岁了呢。处长，可是我们刚刚看的是一些残骸啊，那到底是怎么从那些残骸变身成一个帅哥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工程。因为我们当时发现了这个墓葬啊，发现我们知道在亮岛其实没有办法来做及时的处理，所以我们整个是将骨头连着整个的这个土整个切下来带回来的。哇！对，那带回来了之后，我们首先就由文化部的文资中心协助我们来做3D 的扫描。那扫描过后呢，也做了这个清洁的工作，将这些骨头剔除这个泥土了之后，我们发现呢，就非常残破。那大家就想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更进一步的来看一看亮岛人的外形是什么样子？所以接下来我们就邀请了这个清华大学的邱红玲老师，还有南艺大的肖庆旺老师来协助我们来做这个颜面复原的工作。从破碎的人骨到完整的人像呈现，这中间的修复团队到底是怎么样化腐朽为神奇的呢？赶快跟着我去一探究竟吧！嗨，老师你好，我刚刚从马祖回来啊，有看到那个浓眉大眼的亮岛人哦。但是听处长说，从亮岛人的人骨，然后到最后人像成型，中间有个修复团队来做协助。想要知道是什么因缘际会你会参与呢？是啊，因为我在大概2000年的时候参与中医院，然后是上的一个面貌复原。那这个面貌复原事实上是国内
在博物馆展示里面其实很重要的一环，而且对于我们看到史前人类的一个方法，事实上亮导人他有很多的人去参与，包括像邱永林老师，他针对这个体质的部分有很精辟的一个研究，包括从很细碎的一个人骨，然后他按照每一个骨头不同的地方，然后把它复原出来。那事实上人有好几百块骨头，对，那这几百块骨头，它要按照它的一个每个特征，例如说你总是不能鼻子去逗到眼睛，眼睛逗到嘴巴这个部分，四不像了。对对对，所以说在这个拼凑里面，它有很多的一个属于体质的一个专业在里面。那这个人骨拼完以后，我们才会有后续的一个面貌复原的地方因为人的骨头并不像平面的拼图那么简单了，因为它是个立体的，而且每一块骨头它都长得很像，所以这需要专业的体质人类学家来带领我们一块一块去复原它应有的地方，经由体质人类学家还有考古学家一起合作，然后初步的第一步先把这个人的一个骨头先复原起来。那复原起来，当然因为它是一个真实的骨头，所以说我们要去尊重这个骨头的一个存在，我们不能说我们就用化学药剂啊，或是用其他的工具去破坏它。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用现代科技的方法进行一个没有接触到它的一个头骨，也没有污染到它。所以说，就用3D 扫描方式把这个骨头去重建出来。利用3D 扫描把破碎的头骨数据化，再使用3D 档案去拼凑出完整的头骨模型，这样子就可以把真正的头骨收藏起来，避免受到损伤以及污染。老师，那3D 列印啊，在这个亮导人专案里面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其实3D 列印在这个研究案的过程很重要。复原它的头颅以后，我们就是要用3D 列印的方法把它列印出来，然后我们用这个列印的一个头颅来再进行面貌复原的部分。老师，那这样列印完只是他的人头像、人头骨而已，那要怎么知道他的肌肉是怎么长出来的呢？这个就是我的工作的问题了那我可以很详细的跟你回答。那事实上，我们3D 列印以后会产生像这个下颚的一个骨头，而且它每个牙齿的特征也都很明显，很清楚。对对所以说我们每一个部分的话，我们在后续的话会再加它那个肌肉厚度，因为我们每个人他五官的部分每个地方的肌肉不一样，所以我们按照它的肌肉的一个厚度去把它增加出来。增加出来以后，我们再披覆一层内部的一个肌肉或是脂肪。脂肪加完以后呢，我们才会去做它表面的一些皮肤的质感。对。多亏有3D 列印，让我们可以把模拟的头骨列印出来，再利用法医人类学的专业原理去贴上肌肉、皮肤。这位史前人类就这样重新现身在现代世界。老师，既然3D 列印机这么厉害，你可不可以帮我修复这个被我摔破的古文物？厉害呀！不过还好，这是一个复制品。复制品啊？好险好险！可是我还是要还一个给人家。老师，你可以再帮我印一个吗？拜托拜托。这个原理因为跟我的3D 列表机不一样，所以我另外介绍一个专家给你，好不好？好，谢谢老师，谢谢。太好了，我要赶快去找那位专家。一静，我还没跟你讲电话号码你们看，是帽子哥后凤飞飞。这个我知道。简文仁医师。这个大家应该不陌生吧？是行政院的张院长。还有这个，是哪位知名影星吗？陈总，这位是？陈总，你吓到我了。这也太像了吧！你看这个眼睛，这个嘴唇，一模一样啊！陈总，这也是3D 列印制作出来的吗？是，这全部都是用3D 列印做的。这些这么像哎！哇塞，好厉害哦！哇，这些3D 列印人像公仔的拟真度也太高了吧！个个栩栩如生，
太厉害了！我们也有做一些博物馆文物和一些文化资产的复刻的工作啊，譬如说像这一只牛，来，一晶，你看，你知道这是哪里的牛吗？这个我知道，是台湾博物馆前面那只牛嘛？没有错。为什么要复刻这只牛啊？好，这颗牛是有了故事的哈，这只牛其实已经超过了100年的历史了。100年？是，然后它也是我们很多台北小孩的童年的回忆。哦，所以我们把它做了一个完整的一个记录跟保存，可以展示给大家看。没有错。那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商品吗？好像这个是台湾云豹的头骨哈，那这个是台湾博物馆收藏的，原件大概是比这个大1倍，那我们缩小1/2左右，可以你看一下。云豹的头骨哎。那除了我们做展示之外，我们也可以把它拿来做一些文创商品，譬如说，这个戒指。戒指。对，你看一下。我们把它缩小之后，把它用蜡 3D 列印出来之后呢，再去翻模铸造成为一个银的戒指。所以这个也算是用3D 列印做出来的吗？是的。哇，你们看，陈总，我知道这是北门嘛？不是，这是西门。啊，西门？我知道西门町，我知道西门站，可是我没有看过西门啊。对，因为西门在1900年的时候就被日本人拆掉了，所以这个是我们根据5张老照片重新的去考据，然后把它重新绘制，然后再用3D 列印把它制作出来的。3D 列印可以重现古文物，达到展示、记录或是研究的文化目的，同时也能利用不需开模的特性，把古文物转成文创商品。对于考古文物界来说，3D 列印真是一项不可或缺的技术。陈总，其实我这趟前来的目的是因为我摔碎了它。我看看，这么严重啊？你可以再帮我做一个一模一样的吗？还有救吗？用3D 列印就可以帮你处理掉。真的吗？是。我就知道3D 列印超级厉害的嘛。陈总不但答应用3D 列印帮我重现文物，还说要送我一个大礼。只见工程师拿3D 扫描仪扫遍我全身上下，然后开始建模。你们猜一猜，这份大礼是什么呢？噔噔，你们看，是不是一模一样？太棒了，我终于可以物归原主了。而且啊，陈总他人超级 nice 的，他还帮我制作了一个3D 人像公仔哎，你们看是不是超像的？真的，一模一样。没想到透过3D 扫描、建模、列印所制作出来的古文物，不仅仅能提供研究，还能重现过往，让古迹啊、古物啊都在数位的时代里活了过来，而且还能制作文创商品，这让古文物更贴近我们一般人的生活了。